It's debate night in New York City. Our city is in crisis right now. People of New York City are concerned. The top two candidates for New York City public advocate are going after your vote and each other. He is a self-proclaimed democratic socialist who has said we need to defund the police. She doesn't seem to know what the office is and the powers of the office, so that's concerning. Tonight, they're live on the same stage. Incumbent public advocate Jumaane Williams. My job is to make sure I'm focused on what's best for the city of New York. And New York State Assembly member Jennifer Rajkumar. I want to be the best public advocate that our city has ever seen. From Pix 11, your local election headquarters, this is Race for New York City Public Advocate, the 2025 Democratic Primary Debate. Co-sponsored by NYC Votes, the voter engagement initiative of the New York City Campaign Finance Board. 1010 wins at 92.3 FM, 94.7 The Block, El Diario Nueva York, and Schneps Media. Now, here are your moderators, Pix 11's Dan Manarino and Henry Rossoff. And good evening on this debate night. 晚上好，欢迎收看今晚在纽约市举行的辩论。我是 Dan Manarino， 跟我的同事 Henry Rossoff 一起主持今晚这场重要为11小时的民主党的辩论。距离提前投票仅是1周多的时间，感谢你的收看。公共议政员这一职位对纽约市至关重要，该职为纽约市民充当监督者的角色，不仅可以向市议会提供立法建议，还负责调查与市政服务相关的投诉。更重要的是，公共议政员是纽约市长的法定继承人。今晚加入我们辩论两民主党候选人，都是符合纽约市竞选财委员会参选资格的候选人。下个星期可在网站查询。该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无党派的市政机构，负责管理公共配资计划，并监督全市范围的辩论活动。还通过 NYC Votes 选民参与计划，向选民提供参与本地民主所需的资源，比如纽约市选民指南。请记住，随着排名选择投票制的实施，纽约市选民现在所拥有的投票权利前所未有。因此，请确保让你的声音被听到。为了覆盖更多的观众，本次辩论通过多个平台以不同语言播出。英文版可通过 Pix 11电视台、Pix 11 Plus、Pix 11官网以及 YouTube 频道收看，同时也在 Odyssey App 以及1010 Wins 官网上提供。观众也可以在 Pix 11电视上选择 SIP 功能收看西班牙语配音版本。我们还提供西班牙语字幕，因此 Pix 11官网、Odyssey App 和 Wins Noticia 官网上也提供西班牙语的直播。如果想观看普通话的版本，请访问华策会的脸书页面。我们网站的一篇文章当中也贴入了普通话直播视频。现在来我们介绍今晚的规则：每个候选人有60秒时间回答每个问题，若有追问，将有30秒时间回答；若需反驳，也将有最多30秒的时间。结束时将会响铃提示。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声音。还需要说明是候选人上台顺序、提问顺序以及总结发言顺序经通过抽签决定，一切准备就绪。现在让我们来正式开始辩论。首先有请Rajkumar 那么你有跟我们亚当姆斯市长的话一直在一起，那么实质上你跟他入职以来，跟他一起出现151次。那么也没有什么没有就是说支持他的呢？我叫 Jennifer Rajkumar， 我们每一次赢的话都是都是排除万难。那么我母亲出生于印度，然后的话当时的话300块钱到了美国，我去上了这个政府法学院，成为一个民事权利的律师。我是成为第一个南亚的美籍人入职美国的纽约市的市政府，所以我做的一切的话都是独立的，而且很多数据的话比如说我介绍了最全面的健康计划而且的话我知道在政府如果把事情要做的话，你必须要与其他方来合作。那么在我之前的话，我要非常明确的讲，昨天在 New York One 这个频道上，一个女士说她被
下毒了，然后被性侵。Raj Kumar，我们等一下会来讲。那么首先，我们等一下会来讲这个事情。那么首先，要谈到的是，你对我们的市场不同意的方面，从这个心理健康方面，我们有谈到的这个做的好不够。特别是对这些这个方面有问题的人士的话，我们的关注不够，非常感谢。时间已经到了，那么在我们另外一个候选人，那么你已经就是入职了个2次，那么。同样的话，你如何去对于我们市长不满的方面，你也有60秒时间。非常感谢让我来参加这个辩论。那么我们觉得从公共义正言这个方面，我相信我有这个经验，而且的话把我们这个倡议变成了行动。我们有很多的立法都有通过，比如说你可以问我的妈妈，她刚刚度过了75岁的生日，她也是在对于不公正和不公平去抗议。而我的女儿17岁，以自己的方式遵循她奶奶的足迹。那就像我们所谈到，我们并不谈到要跟市长是敌是友但关键的话，我也要勇于发声。所以的话，几年前我们在飞机上有一起但是一个参加一个计划，他那块这个计划却没有去执行。那么我想只是问有还是没有？Raj Kumar， 你有没有给他投票给这个市长？你到底有没有投票给呢？他是当时的话是在我的这个排名表上面。那么谈到一位女士，有2个人的话受到的下毒和性侵。那么 NYPD 的话详细表明，这是投诉这个属于一个报复的行为。自行为的话，那么这个幕僚长的话都是没有去上班。那么我们威廉先生，我们只是最近才听到您的幕僚长的话已经无薪休假好几个月了呢。那么像我们这个工作环境的话，需要人们感到安全。所以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指控的话，那么首先我们要严阵以待，然后马上要采取措施。那我们这是我们做的。听到这个指控之后呢，那我们去找到适当的政府机关包括 DOI 还有 NYPD。我们就是警告 NYPD， 特别像有这样的一个人事部门的投资的话，非常不容易去在公共来进行讨论。所以的话，我们还没有找到任何的实证这个调查还没有完成。不光是我的调查，还是 IAB 的调查，还有 CCRB 的调查。但我相信呢，其中一些困难是可能要接触这些人，其中也包括这个投诉人。所以我们希望的话，能够很快的把这个得到解决。威廉先生，请你有30秒的时间来谈谈，在你的工作环境当中，属于这个有毒的工作环境。这个投诉本身呢，第一次的话就是谈到这个问题。那么我这个讨论的话非常自豪。那我们其实我们如何去进行沟通，而不会带来伤害？我们需要培训，我们要继续做这方面的投训。这个投诉的话，是非常的令人震惊。那么我要说，我们有采取尽快的步骤来解决。威廉先生，要花10秒时间，请您回答。你预计这个调查要多长时间？我希望要一个完全的调查，而不是一个急于求成。这个本来应该是一个完成3月份完成，但是的话，从我们这边有难度。肯接触这些人，我想我跟你们讲 ABRC2B 这个调查。那么请您这个 Raj Kumar 也讲一讲。那么在你的办公室的话，有人被下毒和性侵，那么是所以我希望就要谈谈问题，你会不会要去辞职呢？我要明确，现在正在进行一个调查，至少从三个方面，我们也还没有看到任何的实证。那么关于你谈到这个掩藏事实，我不知道你讲什么东西。如果有的话，你应该把它提交给 DOI。那么你只有10秒的时间。
所以的话，就是我们要保护所有的人。所以你也有10秒时间，这个是你即将要成为这个代理市长时候发生。所以的话，就是你想要掩藏这个事项，因为你想要成为市长。一个女士的话，她在你的办公室被亲了。然后你想把它掩藏起来，这下就是你把你的政治方面的野心放在她这个女士的身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令人关注的一个指控。我知道这个指控不是指的是我大家都知道我并不想要成为这个市场。你不能够掩藏这个事实，也不能说使用这个 HR。威廉先生非常感谢这个是持续的调查 ，Pix11 将持续来跟进这个故事，同时的话把这个最新的消息来提供给大家。接下来我们谈到这个市长的一个继任者。那么你们都是在一个现代史当中因为特别是尤其对市长这个联邦的一个腐败的指控，所以你们都是一个有可能的这个市长的继任者。那么刚才谈到是不是由这个州长要去希望市长去辞职？那么作为你是一个下一轮的那个继任者，所以的话，利益冲突，我就想要讲的话，这个市长是不是应该把他去除职？我想要非常明确，我们就需要一个公共议政员的话，要是透明的，而且是大胆的，敢于发言，而且的话，特别是当市长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所以我想要说，市长是如果跟关心他自己一样关心女儿是的话，那就会做一个不同的决定。这个事情没有发生，那我们觉得我们很快的能够偏离市长的办公室的话，那对女儿是会更好。如果你现在的话是不能说市长就像特朗普的一个副主席的话而不是女儿是市长那个工作就不适合他，因为尽管这种情况下你要敢于发声。我非常听到但是你答复的还没有完全。那你现在是不是应该州长让他就是离职呢？我们总是讲话都是要负责，那我觉得让能够脱离亚当姆斯的政府的话，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最好的一个决定。非常感谢你 Raj Kumar， 你没有叫市长的话辞职，当地联邦法官把他就是驳回此案，说他就是市长的话，就是帮助特朗普政府进行大规模的那个遣散那么你有60秒的时间，那么我是 Jennifer Raj Kumar， 那么我是要竞选的是公共议政员，就是要解决纽约市的一个危机那么因为我的重点和原因的话，一直在过去3年一直就是关心我们这个城市，布朗克斯还有14节的公共安全所以大家都知道穿红衣的女郎遍布全市，我就跟他讲我非常震惊。那么现任的公共议政员使用4万元的这个是纳税人的钱去来进行一个就是涉嫌袭击的虚假调查。当我认为女儿人的话，应该获得更多，所以我才会来竞选这个职位。但你不能去编故事的。我就不知道你讲的这个4万块钱是什么意思？这个4万块钱就是你那边的，请让威廉先生回答。我还没有就是打断过你，但是的话，我要讲述个事实。虽然他们有驱逐市民，同时的话，市长又让 ICE 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城市的系统当中去驱逐这些市民，所以的话，我们就像法官所讲的这个那么律师们必须这个司法部门呢必须要予以去辞职。那同样的Rashman 让25秒，请你去直接回答。
所以作为一个交换条件，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还不够。纽约市的话，人民能够应该获得更多，希望能够去侧重一个具体的事件，能够递交一个结果。想感谢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只有15秒的时间，然后要再把给这个威廉先生去回答。抱歉 ，Rushmore， 请让大家回答。当你到这种种族方面的呈现的话，那我觉得的话，这个是非常不好的非常感谢威廉姆斯，我们等一下会来谈这个话题。我们来谈下一个问题 ，Rushmore， 你使用漫画、图像或者社交媒体作为你的一个策略，那么里面有威廉姆先生在旁边睡觉。那么上一次的话，那么就是让我带到其他方面。那么有受到其他的当选官员的批评，你能不能跟我解释一下呢？这些动画们实际上是来告诉纽约人这个竞选的真相，也就是威廉姆先生他是睡到中午，他并没有在做该做的事情，他并不是在做这个议政员的工作，而我们的城市正在危机当中，我们没办法来承受这样的一个没办法无能的工作去做他本能工作的人，因为我需要说，纽约人告诉我，他们非常喜爱这些漫画，人们还就是按着他们的警铃，就是早起来能够看到这个漫画，但是因为这里边让人们知道我们之间的区别。好，威廉姆先生，给你60秒钟来回复所以我并不是睡这个觉的人，而且你用这种方式来用电视的广告来做这样的动画的方式，其实是太过分了以这样方式来描述我，我希望人们能够聚焦于我们之间的政策的差异，而不是最好的使用这个公职的方法和能力，否则的话，这就是对我们的这个民间公职的人，包括我自己，就是一种侮辱因为是1万人，你说是什么？现在音频没有了，听不见了，对不起。现在音频切断了，所以没办法听到。好，现在再给你就是15秒钟的时间，刚刚恢复音频哈。我们现在要进行的社会变化，可以说我会很自豪的成为第一个加拿大美国人，成为第一个患有这个抽动症的人能够担任这个公职。所以讲到你所说的是成就了些什么，我们应该是这么来谈。好，谢谢你跟我讲。如果你要重新来竞选这个公职，而不去竞选市长，为什么？你有30秒钟。其实我每天醒过来想一想我的孩子，你们的孩子，纽约人，我如何最好的使用我的技能，让纽约变得更好，纽约这个城市变得更好。有很多的竞选市长的机会，因为当时我是在竞选公共议政员的时候，当时并不是我想要的这个工作，有太多的人在做这个决定对他们来说最好是什么？很多人想要，比如说是竞选这个审计长，然后再转为这个公共议政员。当时我决定要竞选公共议政员是非常重要，因为现在人们很担心唐纳德特朗普还担心很多不同的方面对不起时间到，如果你要而且你这个议政员是有这个任期的期限的，那你是否有想要竞选这个市长呢？现在我并不想要竞选市长这不是我想要寻求的一份工作，还是公共议政员这个是可以，我是完全可以去做好这份工作的。在以后4年当中，人们真正的很担心，他们想要一个公共议政员去挺身而出，为他们挺身而出。好。
那个Jennifer 你一开始是要竞选审计长，然后你现在要竞选公共议政员，你当时说并不是要退出，而是要挺身而出，所以你就可以告诉我一下，你真的是想要从这个工作当中想要什么？当时是改变的方面是什么呢？是11月份我们民主党大败，输得很惨，所以我必须要挺身而出，要来保证我要为我们的政党、我们的党来解决一些问题。问题是在这里，也就是人们这里的人真的是极端主义，而且是做秀式的，并没有去真正的给人们提供结果和成果，所以我决定要去竞选这个职务，能够做更大的、更多的工作，来解决我们党内无能的这个问题。OK，William，你有15秒钟的时间我不相信如果是相信我们的城市该安全的话，这不是极端主义的表现而且每个人都应该有住得起房屋，这也不是一个极端主义，而且能够坚信那些市民合法的移民这都不是极端主义谢谢Rukuma， 然后你如果想赢的话，你是否会在2029年是竞选市长吗？不，我只是想要成为我们城市所看到的最好的公共议政员。我想要成为就是第一位女性在我们的历史上成为第一个这个全市范围的这么一个公共议政员我想要成为这位人士。好的，谢谢。我们希望来谈一下我们就是房租稳定的住房，那是否也几百万套的这个住房稳定住房是否也增加房租？你是否要这个冻结这个房租？是否有这个涟漪反应？你有60秒钟应该有房租的这个冻结我们现在正在这个经济适用房的危机，因为人们都有这个 voucher 他们都没有去用，都放在抽屉里边，所以呢这个票券所以我们都需要有这个官僚要切断保留，要保证大家都能够获得住房。在这个时候，这个承担的这个住房的这个危机，要帮助他们来修补他们的住房来给他们的税务的一个帮助来保证这是我要承诺要做的。好，谢谢 William， 请你说，如果不这个房租冻结的话，会对这个房东有什么这个影响？如果是那我知道现在在这个城市里边是一个最大的城市最大的一个房租的一个问题。我现在在市议员已经做了很长时间这个住房问题，而且我一直都讲到要解决这个住房的危机。我们没办法来在这个房租的背后来修补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我在这个房租的增长在过去的3年里边都不断的增长，在 Eric Adams 的这个房租指南下面，这就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这个问题在上升我现在我相信很多人是需要有这个协助。那么我成为议政员的话，我希望政府能够提供一些协助，但是不能仅仅是空白的去不断的增长这个房租的这个房客的这个房租我希望在过去20年里我一直都要做，并不是应该以这个部分你有15秒钟的来回应。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房东，他这个房东就是希望推开他所有的这个房客，他10年都没有付这个贷款而且他看上去就像一个房租的捍卫者这并不如此，这不是真相。我已经有诉讼过很多的案子，代表4000多个租户做这样我是有这个能帮他们做William， 其实你有15秒钟，我并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的这并不是有事可查的，有案可查的。我是根本不知道，就是我想要了解，这里边有5个这个是议政员有5条，我想告诉你这5条是什么谢谢你我们现在来讲下一个问题，讲到这个城市的这个 Yes Candidates， 因为这是一个大批的一个计划，就是8万这个住房，就是在一些地区来建造。那是否就可以给这个房屋开发商来给他们这个权限去做这样的事情？那来保证这
些建造的单元是否可以给工作的纽约人能够承担得起呢？你要了解纽约人也了解这个房屋的危机是多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一般都会要有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市长这么做是对的而且 Adam 这个机构去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可能我们应该要获得额外的这个住房单元我在我的 co-op 这个之后写到过，在这之后我们需要有很多的住房单元，如果没有60%的保护住房的话，就不是真正的住房计划然后你要去建造。因为你考虑到这个密度的问题，同时还要考虑到承担性和支付性的问题可承担支付，所以我们要保证能够给最低收入的人有他们所需要的协助。那么作为议政员的话，我们一直都承诺要将糟糕的房东推出去，能够给那些协助提供给那最需要提供的人。好，谢谢 William， 谢谢。那您知道怎么样为纽约人提供可承担得起的住房呢？我就是让他来说有那种就是很侮辱的感觉，让他说我不知道议政员的5条的规章，所以觉得是好像我不懂。那么还是回到这个问题，我相信我们完全可以来增强我们建房的速度和这个经济适用房的批准的程序，因为讲到这些票券 vouchers， 它不应该就应该是有这个。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申请，他要通过很多年的时间才能够获得这些票券，免费票，所以这个，因为我是指这个法律的背景的话，我完全可以去解决这些问题。我要让纽约人知道，不管他们这个对我相信的话，我会为纽约做的最好。因为我刚刚所教的5大这个议政员的5大职责，因为要了解这一点的话，更好。我是否可以回应他的问题呢？我们还是要回到下一个问题，因为他已经用完了他的时间，我们要回到下一个问题。候选人们你现在没办法听到你们互相交叉穿插谈话，我没办法听到你们在说什么。候选人，我们现在要回到下一个问题，这样我们才可以继续我们的对话，来充分利用我们的时间。也就是特朗普总统已经盯着纽约市了，他讲到这个1.8亿的话是用于这个移民的这个危机，而且让ICE这个人把这些非法移民把他弄到 Rikers 岛上去，这个监狱去。那么那你如何来然后来反抗特朗普总统？特朗普总统。那个整个的左边，我曾经是纽约的这个移民事务的总监，我当时就在抵触特朗普的第一任期时间的移民的政策。星期一，他又会进一步要去阻止或者是禁止某些国家的人进入美国。我会继续代表我们的州我们的去来抵抗这个特朗普。谁会赞成特朗普？就是威廉姆先生，他是站在特朗普的一边，他是分享特朗普的价值，所以他根本不能代表纽约人。好，威廉姆先生，你用你的时间，你来回应，你怎么样利用你的公职来抵抗特朗普？我真的是我想要，我都不知道，让这个投票者怎么来理解？他说我是特朗普的这个赞同者，在过去15年当中，其实我是非常的自豪，我都一直是站在同性恋少数群体的人这一边，而且都是很自豪，人们都知道我，都了解我我要鼓励，甚至我相信。都是很重要，因为很多纽约人现在很害怕，我们要告诉他们，我们现在要有这个勇气去来推进。所以，唯一我现在能够挺身的，
就是特朗普政府所要做的一些事情来抵触他所做的事情。那作为议政员都必须要去做，需要去来这个倡导我们城市人们想要倡导的一些价值和东西，能够为纽约去奋战。谢谢威廉先生。为了时间的关系，我们需要再想下一个问题。好，现在我们已经到一半了，很多美国的公司已经取消 DEI， 就是多元平等包容，在过去2年当中那威廉先生，你用这个时间来回答我们的纽约人是否继续来支持 DEI 的这个政策呢？60秒钟的时间，这是一个非常容易的问题。因为作为第一代的这个美国人就是我相信我是这么一组人，就是很多特朗普和很多人希望能够推出去的这类人，我不了解。我们就是这个多元平等是否是糟糕的词？他们根本不是很糟糕的这个字眼不应该，我们不仅要维持，而且我们必须往前推进，来保证，来向每个人都要通过 DEI 可以变得更好。因为我们保证，我们已经学到了一些经验教训。我希望人们能够今天学习了解到，我们都会一起，都会换在一起，不管是犹太人或者是性少数民族、白人、黑人等等，我们所以必须要团结一致，要有这个韧性然后不要放掉彼此的手。那么Rishma Kumar， 那你认为纽约市是不是继续要承诺DEI？那么绝对是。采用DEI的公司其实上表现更好，能够赚更多的钱。这个政策不光是正确，而且是可行的。我也是这样一个倡议者。那么我每年的话，我都会去就要举行我们这个排灯节，然后另外的话呀，我们有我们的一个斋月，所以我喜欢我们城市所有的这个文化就像我们犹太的兄弟姐妹一样，是我觉得是非常要众志成城，反对那些反犹太主义的人民那么威廉先生同样的30秒时间，那么我也是反对这个反犹太主义要支持我们所有的纽约人那么就像我们去年就是当年10月7日所发生的事情。就像在加沙所发生的事情也需要停止，我们必须要停火。我们需要谈到对于在纽约人在以色列、巴勒斯坦这些家庭的痛点，但如果不能够让纽约人脱离疼痛的话，那就可能会让他们更加分裂。那我们现在距离科罗拉多 Boulder 的这个空隙有5天的时间，那么有一个人朝这个解放巴勒斯坦人的话进行呼叫。那么我们同时在我们这里也有我街道上也有看到反犹太主义 ，NYPD 谈到60%的话都是对犹太人有这个歧视那请你谈个3秒时间。反犹太主义的话正在上升，这是非常令人发指的话。那么我要谴责在科罗拉多所发生的恐袭。那必须要同意，这就是一个反犹太主义。那我认为，公共议政员必须要成为结束纽约市反犹太主义的领导，这也是我要做的工作。我对此深深的承诺。那么同时认可到，就是我对于反犹太主义所做出的努力，无论在纽约市还有在我们的校园来确保犹太人的学生感到安全。我们要激励我们的孩子在世界上要去制造和平。那么作为库里的前教授，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感谢 Miss Kumar。那么请问你们先生，纽约市需要如何做不同的事情来打击反犹太主义？那么这个反犹太主义在上升，那么我们不应该关心的话，是不是在这个亚马卡而是对这些市区，对于科罗拉多发生的事情，真的是无法想象。
特别是比如说对夫妻去以色列的一个大使馆，正在就是订婚之前的话被杀害了，所以的话，当我去这个犹太教堂啊，他们就很紧张，就很担心。另外的话，我去这个清真寺的时候呢，他们也是担心，特别是对于加沙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必须要超越我们的政治。纽约市正在受难，我们需要领导呢对这些人能够去发声，来作为全人类一来共同发声。同时，对于我们加沙这些家庭所度过的一切，也表示担忧。让我代表所有的人，那我们在我们5个区的话，我们都有一个斋月。那么我也倡议我们有这个阿藏能够去那个广播出来。我是同时的话，我也是清真食品的倡议者，非常感谢。那么我所为我的犹太兄弟姐妹所做的事情，然后我并没有说一定要把这些人质把它带回来，我并没有谴责在10月7号所发生的一切，还有在科罗拉多所发生的一切。同样的话，对于我们巴勒斯坦的兄弟姐妹也是同样的如此。接下来，这个是我们这个合伙人1011的这个问题。那么 NYPD 的话，从18年人口就这个工作人员就有下降。那么就是年在的时候，初期有33500，33500。那么你作为纽约市市长，是不是要填补这个1500的纽约警察的一个职位呢？是不是要把它作为一个优先事项呢？当然是的。既然你说是，那你如何要计划这么做呢？你有60秒的时间。我们要确保公共安全是一个共享的责任。纽约市的每个人都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光当依赖于执法部门还不够的。当然，这个职位的话需要去填补。同时，我们确保我们的执法部门需要去理解，我们要支持他们。而不是做这么多人要做的工作。那么首先这些人的离开的原因，那么是因为一个超时啊，还有工资的变化，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些。同时对于这个就是对于这些不想要对于心理健康危机方面的工作，他们不能够解决无家可归的危机、难民的危机，所以的话，他们这个员工不够。然后有缺乏心理健康的资源和卫生机构，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结构。非常感谢 Raj Kumar。那你觉得很简单的，纽约市是不是应该侧重于填补1500名职位呢？是的。接着的话，你怎么去做呢？那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人们不想要加入那个警察，是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对他们的一个反对。不幸的是，公共倡议者一直也是一向同样的要取消资助警察的一个声音。那么我想要就是支持那个我们的警察局。那么现在有很多缺乏这个职位的空缺，所以作为公共义政员，我要推出这个立法，因为我跟他们有紧密的合作，来确保跟我们的社区紧密的合作，保证我们纽约市的安全。还有2位，那如何让 NYPD 的这个警察员的话更具有吸引力呢？那么我们有通过这个立法。我知道有些事情我们是无法那个去做了很多，我们不能跟他们说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还想要明确一下。我觉得当初说要取消警察经费，这个是非常不好的。我们有不断的一个倾听。那么因为这个职业执法部门是非常重要，他们却不能够单独去做他们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吸引一个最佳的人才。
才抱歉，时间到了。Rishi Kumar，同样一个问题，他们是不是应该给他们要涨工资呢？是还是不是？我觉得我们这个是几年来是个最好的合同，但是我总是在看我们如何去增加所有我们纽约市工作人员的工资。Raj Kumar 同样的问题，你如何来去把这个 NYPD 的这个职位更加具有吸引力？其中也包括涨工资呢？我觉得一个公平的这个工资，因为现在的话，他们加班的话超过$10亿，所以作为公共议政员，我们要看看这个方面，看看是不是给他们涨工资，同时让我们当选的官员的话，要更加要尊重执法部门，因为他们是保证我们的安全。那威廉先生实际上，他是住在像一个军队的一个要塞，所以他有全天24小时的安全。所以接下来我们时间过了，我们来谈下一个话题。下一个来自我们的合作伙伴 El Diario， 接下来是 Edward Martinez 来提问。这个月早先，联邦法庭要求任命一个补救经理去补救 Rikers 岛的这样一个转型。那你觉得这个新任命的这个人的话，应该去做什么工作？因为很多人在 Randolph Island 他有这个心理健康问题，我对此非常关心。是我们觉得应该能够去关注这些年轻人。把5个区的这样一个监狱放在那里，然后的话，大家都不想要超这个预算，我们要解决根源所在，导致这些人入狱的人，比如说3个黑人当中就有1个在一生当中都会入狱，这个是不能接受。我觉得公共议政员我们要成于结束这个不公正。那你觉得这个 Rikers 这个监狱是不是应该把它关掉呢？不应该。William 先生，同样，你觉得我们的这个补救经理应该是优先事项呢？我们在使用法律的工具。不光是要推进这样一个补救措施，那么同样我们还有要防止 ICE 到那边去，因为有很多人都有这个心理健康问题，不应该在这个岛上面。但是显然的话，没有人是安全的，那么一个惩教署这些员工的话，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是每一个计划比他做得更好，所以我们很高兴，就是有人会来做这个工作，不光是要紧密的观察，同时的话，也要小心从事。我并不说他们不应该遵循法律，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岛这个监狱的话不应该把它关闭，但是我们确保相关的这个安全。那么我们立法人员的话，刚刚做出一个决定，要。那么我的一个案例的话，因为我们找到这个你的这个受伤的这个照片来证明犯罪的行为，然后这个案件的话就被驳回了。这个在美国的任何其他州，就不是这样子，在纽约也不是这样子。那么威廉先生，你有谈到过无端解雇，可能是合理的，那一60晚时间，但是我觉得人们是非常担心他们的安全。所以我要人们感觉到他们的安全，而的确也是安全的。所以
为会有提议这个变化，有的填化并没有那个进入最终的这个法案。我觉得进入最终法案内容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我们要具体来确保我们 DI 所讲的并不是被驳回的案例，所以我们同意这个推特。法官现在去至少的话是理解要有一些澄清。Rush 的话，你显然是一个那个。那为什么觉得这个是一个正确的行为呢？我们也可以民权和公冠权可以同时进行。完全同意 DA Alvin Bragg， 我们必须要做一些长时间的变化，来让这个检察官来做他们工作。这是我们在Albany所做，那么能够把这个常识带到我们的刑事的公正系统当中。非常感谢。那么就是纽约州的刚刚的话是非常容易让这些人从地铁到街上把他们拉走，还有带他们去医院。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对的方法？我觉得这个目的的话是好的，特别一个人无法照顾自己，那么然后他们又在痛苦的话，我觉得这个家庭成员，我就希望他们得到护理，但是还不够。所以的话，我们有采养一个帝国思想意识的 Albany， 能够转型我们健康心理健康的一个法案，让这些人能够离开大街去接受治疗。所以这些离开医院的话，对要一个必须有一个治疗的计划，所以我们就要负责，我们有一个基金组织能够为这些人建立这个社区。非常感谢。威廉先生也是同样的问题，是否正确这样做，将那些流浪街头的人送进医院你知道，我是17岁的孩，他就是说这个 Emily Clement， 我就很担心，就是他告诉我的一些故事，我非常担心听到这些故事。我担心那些有心理健康的问题的人没办法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帮助。就是基于这些问卷调查，人们都想要采取一些行动，你需要很小心。有的人想要做什么，但有的时候会越变越糟。就仅去年有8000多个纽约人非自愿的被送进医院。我们没有所有这些数据，但是我们都邀请这个社区来，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这个工具，而这个工具并不是不需要。最大的担心是他们离开医院之后又怎么样？一个持续的关怀。如果你放在医院里边3天或者3个月之后，他们离开没有给他们提供持续的关怀，他们又怎么样？他们就会又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整体性的、连续性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解决他们的这个健康方面的危机和问题，而不是作为一个暂时性的问题。好，下一个问题，我们这个议政员跟市长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市长的竞选人选当中，有很多人参选，那个其中的一个是原州长 Cuomo， 你当时并没有就是 Rush Cuomo， 你说你并不让他要辞职。好，这个William先生，我先从你这儿开始，你目前是否有这个保留意见？如果Cuomo先生成为纽约市长的话，我需要1小时的时间来讲这 Cuomo 的这个辞职的事情和对他的这个保留意见。我不确信这个到底是哪个是更糟糕，是由现在的 Adam 市长，还是由 Cuomo 来担任市长？因为我想让这个观众来听到和看到的人要很明确，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一系列的问题，从这个价格的问题，还有从这个心理健康的危机，还有这个房租的问题，这些问题，这个 Cuomo 他都有，Andrew 我们他都经历过，所以都有过，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都是一个问题。我们这个选举系统的问题，人们说不管他们怎么想，他们都希望有人被当选。我是非常的担心 Andrew Cuomo 能够成为这个纽约市，我非常担心，而且纽约的人民希望有一个议政员能够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捍卫他们的立场。一旦时机到来，我是
有过这样的证明，有案可查，我是这样的人。好，谢谢。这是 Raj Kumar， 你也30秒钟来回答。这不是有关 Andrew Cuomo， 这是有关 Adams， 这是怎么样将我们的城市带入到未来，这是我可以做的事情。我是民权律师，我是第一位南亚女性被担任这个纽约公职我们需要有个议政员去做一些事情。我需要将这个公职成为一个立法的一个权力之家。我需要我可以跟市长合作，或者可以告市长。我如果需要的话，那么这就是他不是这样的人，他可以睡到中午，然后可以都不上班，然后。而且他就是已经将这个办公室成为一个远程这个办公的一个地方人们都不需要到办公室来。好 ，Raj Kumar 女士，你是否我问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你对 Cuomo 担任市长是否有担心？我所担心的地方是心理健康的问题和公共安全的问题和危机等等，这是我每天需要关注的一天。我会跟 Cuomo 合作，还是我需要跟反对 Cuomo？ 我要做的是为纽约市民服务。能够去提供结果，交付结果。好，那么William，我们实际上都已经在说这个话题因为你已经是背书这个纽约的这个市长的候选人。你在21年的时候，当时没有这个说，你是否已经此时做过这个背书？还没有做过任何的背书，此次这个市长竞选。那你是否有那个打算要排名？不，我现在还没有要背书谁我现在，如果你如果我有的话，你会第一个知道。我现在是聚焦于要解决这个问题，成为这个议政员。我需要提供纽约人需要的解决方案，这就是我能够做的。我关闭了一些非法的烟店而且我会继续领导来非常积极的立法有关纽约人关心的问题其他都是噪音，都是政治。那么还是Rich Mark， 谢谢你。那么你2021年是有背书那我再问你，你为什么没有？就是背书一系列的这个这个候选人，而且你跟现任市场的一个矛盾，考虑到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很难去把它排名，因为这里边有很多的市场候选人当我们决定的时刻的话，人们会看到我会带领导力。因为我最大的这个遗憾是将Adam 放在这个名单上，但是我所说的，如果有人我作为纽约人的话，在必要的时候、应当的时候，我也会站起来挺身而出下面我们问一个更个人性的问题，从William身上开始。那么上个月你有2个家庭住房是已经是关闭，就是就文件说你在2010年就开始停止付这个房屋的贷款，是怎么回事情？你有60秒钟。我在纽约这个时报没有做的是，我们要对此这个透明在10年是都已经讨论过。我希望能够放入这个背景下来讨论。再回到当时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去买这个家是一个梦想，然后试图去开一个家餐馆，然后去看到当时的这个黑人这个业主怎么样开始被作为一个歧视。到后来我就不知道我留下的这个房子是怎么样去对方去谈判。当时是经历了很艰难的时刻，很多纽约人经历过的事情。但是我想要明确，我现在仍然是有些输权因为在同一天他们都发生的事情都已经失去了主要的房子，他们来决定怎么样去居住。那我会继续来做就是帮纽约解决这样的问题。还有Raj Kumar， 你批评你的对手说是他的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你也说过你把自己在2020年这个问卷调查的时候，你自己也认定这样一个身份标志。我并不是个社会主义者，我从来都不是社会主义者任何人知道社会主义者的人都知道我不是这样一个人。我竞选一个公职，我都会要填写一个公职对一个问卷调查一个民主党，我会跟每个人都讲这是我的政策，我是非常有包容性的，我仍然会坚
持我的信念。在那个问卷调查当中，我都相信每个纽约人都配得到机会，都配得到一个可支付性。这些原则我今天仍然坚守，而且同样的一个原则，我一生都在坚守。威廉姆先生，你有15秒钟回应。非常重要，我们不应该去来避开政治风向，因为这是很重要。我想让纽约人了解，如果你相信公共图书馆的话，你肯定就会相信某种程度的民主社会主义意念。所以，我想要大家都了解什么叫所谓的社会主义和这个。好，对不起，我们现在时间很有限是该到你们做结辩的时候的这个结束语的时候。威廉，你有30秒钟的这个 Raj Kumar， 你有30秒钟时间，60秒钟的时间。现在我要所有的纽约人都相信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是唯一的第4个女性能够担任纽约全市的公职人员，第4位女性，这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我们需要有人能聚焦于结果，能够去干事的人，而不是睡觉一觉睡到中午。而远程的来运营他的办公室即使是在疫情之后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战斗者。我是一个民权律师我是一个富有成就的立法人员，而且我会尽我的所能全力来为纽约人奋战。我生活在24小时7天的这样一个服务公职人员，这是你们所需要的这样一个议政员。今天我要你们相信，让你们相信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谢谢你们谢谢 Raj Kumar William 先生也是60秒钟，现在开始。好，再次感谢你们给我们这个机会，所有的纽约人，我知道你们觉得不太安全，知道你们没办法在这居住，我知道你们也想要更好的市政议政员，有经验、有精力，能够挺身而出，要了解他们的工作是什么。我并不想要去攻击对方或攻击他人，我只是想要聚焦于这个公职可以给你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我也想要说，这个市议员他根本没有跟你们讲这个议政员的5项职责是什么你可以去引进立法，你可以来监督员，保证这个政府的机构去做该做的事情，还有 CCRB。还有这个城市的这个规划委员会以及这个退休委员会，我们用各种不同的工具来支持你们。这里边还需要更多的工作，我需要你们去投票于这样一个人，知道这个工作是怎么样的去做，能够为你们挺身而出，有最好的这么一个改变的一个行动采取行动去进行改变因为你们是可以仰仗于这样一个议政员，为你们去挺身而行。好，谢谢。好，感谢大家观看纽约市的公共议政员的民主党初选辩论。我要感谢今晚2位候选人 Raj Kumar 和 William 先生，和我们的合作伙伴1010 WINS 的 Julia Papa 和Edwin Martinez 提出的问题，还有我的同事汉尼罗索夫。然后，请在下周3晚上6点半再收看《寻求市政厅2025年纽约市民主党市长的论坛，我们将向领先的候选人提出棘手的问题。那正是在提前投票开始的前几天，请记住，初选投票于6月14号开始，一直持续到6月22号。初选日是6月24日星期二。在您投票之前，请前往 nycvotes.org 了解更多选举信息，并访问 pix11.com 对这些竞选的持续报道。今天到此结束，晚安。